朋友们好，我是佩特，今天与大家分享一下种植盆栽蚕豆的经验，由我的太太杰尼来担任解说。蚕豆可以在春天或者秋天栽培，在北半球早春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种植，在南半球的话是在秋天的4月份。蚕豆不耐热，但比较抗寒，它可以扛得住大约摄氏-4度的寒冷。请大家根据所在的地区注意一下温度。如果您可用的种植面积比较小，可以选用在阳台上，或者在一个小小的地方采用盆栽的方法，照样可以得到不错的收获，而饱餐几顿。在蚕豆开花前，不需要太多的日照，在半阴半阳的环境下也能生长。到了开花接荚期，最好是全日照，不然的话会影响到蚕豆的产量和质量。蚕豆对土壤的要求不高，一般的花园土和粘性土都可以用来种植。如果是盆栽的话，最好选用疏松的土壤，这样有助于排水，而不会引起烂根。用于盆栽蚕豆的花盆，请选用直径40厘米左右的。用于盆栽的泥土，我是用花园属土和盆栽土按1:1的比例混合的。在往盆里填土前，先在盆底放一些干草，用来防止泥土的流失。在干草腐烂后，会产生出一些有机肥料，可以促进蚕豆的生长。如果没有干草的话，也可以用花生壳、松树皮或者松果来代替。用来做种子的干蚕豆，在亚洲杂货店里有出售，从中选出大个儿的作为种子。在种植之前，把选好的种子放入水中催芽，这样可以促使之后蚕豆根系的发育生长。大约经过1天半的浸泡，蚕豆已经吸饱了水，挑出几个来剪开看一下，看如果没有白心的话，就意味着浸泡的时间足够了，那就可以用来种植了。下种前，先挖一个深约10厘米的坑，放进一把盆栽土，再放一把草木灰，与泥土混合均匀。草木灰中含有丰富的钾和少量的磷，作为基肥，给蚕豆的生长发育打好基础。然后在土中约5厘米的深处放入一颗饱满的蚕豆种子，覆盖上盆栽土，浇足水就可以了。过了2个星期左右，蚕豆的小苗就出土了，长出了几片嫩绿的叶子。过了1周后，我对蚕豆苗施第1次肥，我用的是有机颗粒肥，这款肥料的含氮量比较高，它的主要作用是在植物的生长早期帮助根系的发展。又过了1个月，蚕豆长得这么高了，逐渐进入了开花期。如果遇上大风，很容易被吹倒。为了防止植株的倒伏，
在这个时候是需要搭架子的。最简单的方法是在棚的边缘处插入几根细竹竿或者是木竿，然后用绳子围着竹竿绕一圈就可以了。同时，在开花结荚期，要追加一次以多种金属元素为主的有机颗粒肥，用来减少掉花、掉荚的现象，帮助增加蚕豆的产量和质量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每隔10天左右施一次海藻肥。在这个阶段里，植株的底部会长出不少的侧枝，它们会与主枝争夺营养，需要及时的去除。当蚕豆进入了结荚期，这个时期需水量比较大，尤其是盆栽的，很容易缺水。当发现植株的叶子往下垂的时候，要及时给它们浇水。在植株开始结小蚕豆时，需要去掉植株顶端的部分，称为打顶，这样可以防止植株的徒长，减少养分消耗。打顶的时候，只要保留从下往上数10到12层的花就可以了。从下种到采收大约5个月，蚕豆就成熟了。请大家看一下这2颗盆栽的蚕豆，长势生机勃勃的，结满了果实。我迫不及待地摘了些下来，剥开豆荚。蚕豆个个颗粒饱满的，这些个蚕豆真给力，没有辜负我5个多月来对它们的精心照顾。下面顺便提一下蚕豆的烹饪方法，以清炒为主，不要用水洗。在锅中倒入油，同时倒入蚕豆和切碎的小香葱，翻炒至蚕豆的表皮有轻微的裂开，加入2个茶匙的糖以及半茶匙的盐，适量的水，加盖，直至煮熟。这种烹饪方法保持了蚕豆的原味，口感是非常好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是不是想尝试着种植一下呢？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.